美军从中东撤退，中国却在下一盘大棋，美国感觉到了失控的滋味。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拜登准备开启中东之行，凸显中东的权力平衡正在向有利于沙特的方向倾斜。在拜登疯狂谴责沙特王储制造卡舒吉事件，以及称沙特王国为贱民的4年后，美国迫切需要沙特的帮助来降低全球石油价格。但是美国发现沙特几乎失控了，沙特正在推进与中国的石油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这将是对石油美国的沉重打击，而且美国还难以阻止。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专家指出，趁华盛顿政府在乌克兰和太平洋等问题上分身乏术之时，中国正大幅度地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包括与伊朗的军事合作，以海合会推动自贸区谈判，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等，正在削弱美国在当地的利益。他们称，这凸显了华盛顿的目光短浅。如果说美国与中国都在中东下一盘大棋，中国是正在四处落子，而美国则在不断弃子。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撑点比较多，但是除了以色列以外，已经难以影响整个中东战略格局的变化。美军准备撤出伊拉克，就在此时，伊朗的力量正在伊拉克崛起。虽说美国正在叙利亚对抗俄罗斯的影响力，但是呢，顶多也就是干点倒卖石油和粮食的勾当，而且他们还无法阻止土耳其对其盟友库尔德人的新攻势。美国企图通过军售 F-35隐身战机来控制阿联酋，结果阿联酋买了法国的阵风战斗机。美国想通过退出伊核协议来打击伊朗，结果伊朗与中国签订了25年期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美国的智库认为，在俄乌冲突之下，许多人可能错过了中国与中东关系的一连串发展，包括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伊朗等消息。与美国不一样，中国理解中东的战略意义，与伊朗签订的经济、情报、军事合作及战略伙伴协议，直接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而中国则进一步确保了能源供应的安全。伊拉克战事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在华盛顿看来就是一种浪费，应该尽快转移到其他地区，因为美国要加强印太战略态势，还要应对俄罗斯在欧洲方面带来的新威胁。关键问题是，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如果不打仗，现在也难以让地区国家听从美国的安排。沙特不听话就是一个例证。中东局势未来的发展，沙特是一个变数，伊朗更是一个变数，而美国现在又没有兴趣与伊朗摊牌。特朗普时期曾经被伊朗导弹暴揍，也没敢还击。美国的不作为又导致与伊朗矛盾很深的阿拉伯国家越来越无法信任美国，也可能使其倒向中国。美国能做的也就是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军事演习，提供情报支持，出售武器装备等等，而中国在武器出口上也完全可以取代美国。拜登政府现在非常难，主要是美国已经没有力量让中东国家听话了。伊核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在美国的掌控范围之内，而石油美元现在也遭到了大大的削弱。而中国的做法是与所有中东国家展开经济合作，签订自由贸易区，建立互补的能源贸易，还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和武器装备。与中国合作不但能够发展经济，也可以避免与周边国家发生更大的矛盾。这是美国从来没有提供过的区域发展解决方案。现在美国想从中东抽身，但是呢又心有不甘。关键问题是美国不撤军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中美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对比，
最终取决于两国能给相关国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非安全保障。美军再通过一场战争来控制中东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实力不允许，也耗不起，更不划算。中美在中东地区的较量，也体现出两国在全球竞争的格局。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将赢得未来。中国或许在下一盘大棋，而美国正在失去翻盘的能力，剩下的只有焦虑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